我的身后就是传说镇压了白娘子的雷峰塔。据说雷峰塔倒掉的时候，就是白娘子得救的时候。可是谁都没有想到，雷峰塔倒塌这样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居然还真的就发生了。那雷峰塔里面到底有没有镇压白娘子的痕迹呢？专家决定去挖掘一下。2000年的时候，我国的一批考古学家突然就接到了一个秘密的任务，必须即刻动身前往杭州的雷峰塔。因为在当时呢，这个任务是属于绝对的机密，因此直到很长一段时间，关于雷峰塔的调查报告才被公之于众。那么当年考古队在雷峰塔下面究竟发现了什么呢？是否与白娘子真的有关系呢？今天阿波就走进雷峰塔，带你去揭开这个困惑了1000多年的谜团。走吧。从这里坐电梯上去啊，就能够进入到雷峰塔里面了。估计法海万都没想到，这1000年之后，雷峰塔竟然还装了电梯。走吧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雷峰塔呢，是2002年重新修建的，但是从前面的这个门进去，就能够看到1000多年前雷峰塔的原貌，现在还在呢。这里呢，就是1000多年前的雷峰塔。有些人说雷峰塔它怎么倒了？里面到底有没有发现白蛇的痕迹呢？其实啊，这个雷峰塔它是1924年的时候就已经倒了。在1924年一个很平常的一天，矗立了1000年的雷峰塔突然倒塌。这原本不是一件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，但是当时杭州的百姓呢，却欢呼雀跃，大声的呼喊：“白娘子得救了！白娘子得救了！”不仅如此，相传雷峰塔在倒塌之后呢，地上全部都是金子。那么雷峰塔的倒塌跟白娘子它到底有没有关系呢？考古学家在雷峰塔下面有没有发现镇压白蛇的痕迹呢？这个就要从雷峰塔的建造开始说起。根据史料记载，雷峰塔呢是建于公元的975年，是吴越国的国王为了能够祈求国泰民安所建。在仅仅建成1年之后，吴越国它就灭亡了。而此后的雷峰塔的命运可以说是更加的多舛。在北宋末年的战乱当中，突然发生了一把大火，直接把雷峰塔的木结构的外沿部分给烧得干干净净。后来到了南宋王朝定都临安的时候，雷峰塔才获得了重新的建设。到了明嘉靖年间的时候，这倭寇大举的进犯杭州，雷峰塔呢被烈火焚烧之后，只剩下了一个光秃秃的塔身了。到了明代末年，《白蛇传》在民间广为流传，凄美的爱情故事让人们对于这个1000年的古塔的感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这很多人呢，为了能够救出白娘子，甚至不惜去拆除雷峰塔的这个塔砖。就这样，盗挖塔砖的事情就越演越烈。你搬一块砖，他搬一块砖，把原本坚实的塔基呢就逐渐的给削弱了。这就让古老的雷峰塔又遭遇了一场新的灾难。在1924年9月28号下午的1点多，矗立了1000年的雷峰塔终于突然倒塌了，剩下的只有我们看到的这一堆黄土。2001年，考古队呢就来到这里，除了因为传说中的白娘子以外，还有另外的一个秘密的任务，那就是探明雷峰塔的下面究竟有什么。你还别说，这考古学家还真的就在雷峰塔的下面有一个重大的发现。这雷峰塔虽然说没有找到白娘子的痕迹，但是发现了一个地宫，在地宫的上面有一块1000多斤重的石板。当专家打开这块石板的时候，发现里面放了一个铁盒子。把这个铁盒子打开以后，发现里面有个铜盒子，就跟那个俄罗斯套娃一样。铜盒子打开以后，里面有一个银的阿育王塔。这阿育王塔的中间放了一个鎏金的小盒子，据说里面存放了佛祖的发髻舍利。这就是当时雷峰塔下面出土的最重要的一件宝物。那宝物出土了，这雷峰塔下面有没有找到白娘子呢？我告诉你，据说还真的就发现了一条白蛇。关注我，下个视频我们来揭秘雷峰塔跟白蛇的这段神秘的发现。